是哪儿？怎么这么冷？臭丫头，你还没死呢！跳河吓唬谁呀？有人要你就烧高香了，还嫌人家是个聋子，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我的天，我这是穿越了，还是个被 BT 季姐出嫁的苦命小白菜？什么天崩开局？赔钱货！你姐要嫁王记绸缎铺的少东家，你替她嫁个聋子怎么了？到了李家起码能吃饱饭，别说是抬举。我的好妹妹，你一顿造8个馒头的饭桶，配个笼子正好，还挑上了。救命！李守诚好歹是官营铁匠铺的匠人，住青砖院，吃官粮，多少人家挤破头想攀的亲事，你别不识好歹。这么好的亲事，你怎么不自己嫁？好处全你占，火坑让我跳，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？反了你了！换了什么身份能嫁个聋子？王记绸缎庄王家的公子，正跟杨芳相看着吧？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你们再逼我嫁，我就去绸缎庄闹，把你们逼妓女替嫁的丑事全抖出来。我看你宝贝女儿的婚事还能不能成？你敢？想让我嫁也行，拿聘礼来，30两银子，2食糙米，东西到手，我立刻走，永远不登你家门。3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最多5两，爱嫁不嫁？不答应也行，我现在就去王家串门，把你们做的好事好好说道说道，看谁丢人。20两，10米，再多没有了。少1文都不行，你自己掂量。是杨芳的婚事金贵，还是这点银子金贵？30两就30两，算你狠！拿上赶紧滚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！早这样不就完了？妈，你怎么能给他这么多钱？那可是我的嫁妆钱！闭嘴！坏了你的婚事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一个聋子换个绸缎庄少东家，哪个划算你分不清？这李守诚家明明是破茅草房，杨芳居然骗我说是青砖院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早晚让他连本带利全吐出来。姑娘，你是找李守诚吧？老伯，我是他媳妇儿，今天就算嫁过来了。守诚被铁蛋砸了头，耳朵听不见。他哥嫂心黑，前几天还来搬东西，连点粗粮都没剩。唉，还好你来了。多谢老伯告诉我这些，我先进去看看他。真是个好姑娘。守诚也是个实诚小伙，你俩好好过，差不了。唉。聋子，穷家极品亲戚，开局是烂了点，但烂牌才好翻盘。人只要不傻，手不残，就饿不死。你好，我叫苏晓，是杨芳的继妹，她不愿意嫁，我替她过来。看来是真听不见，还好来之前特意跟人学了手语，勉强能用。我叫苏晓，杨芳的继妹，她不愿嫁，我替她来。你走吧，我一个聋子，只会拖累人。我不走，先治你的耳朵，拖久了彻底聋了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治不好经脉震伤了，大夫说没法治。别在我身上浪费钱。不碰耳朵，给你擦额角的淤肿，散瘀。这家这么穷，坐吃山空肯定不行，我得先找个来钱的路子。
好能当烙饼的熬子用。就卖酱香纸油饼，原料简单，成本低，烙得快，顶饿又香。赶市集的都是下地干活的汉子，不愁卖。姑娘，你这饼咋卖的？闻着挺香啊1文钱1块，刷辣酱、甜酱都行，管饱。嚯，真够味儿，外酥里软的，比家里贴的玉米饼香多了。再来2块，打包带回去给娃尝尝。姑娘，给我来2块刷甜酱，给我来3块，多刷辣酱。干活吃这个顶饿，赶半天路正饿得慌。我要1块饼，再拿2个茶叶蛋，打包带走。这姑娘就是老李家二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吧？可不是嘛，看着挺利索，这刚进门就摆上摊了，倒是个能过日子的。我这弟媳真是个狐媚玩意儿，刚进门没2天就抛头露面摆摊子，老李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门修好了，你这手艺也太厉害了，比之前稳多了。都是以前铺子里学的，现在耳朵废了，铺子里不让去了，学的那点东西也没用了。怎么没用？以后咱们开了铺子，工具坏了全靠你修，能省不少钱。你要开铺子，租铺面贵不贵？天天背摊子跑，不是长久之计。我问了市令，入口的草棚能租，1个月500文。老李家儿媳妇还真摆上摊了，折腾破天也没用。守城那20多两抚恤银攥在他嫂子手里呢，他1文钱都别想沾着。20多两抚恤银，怎么回事？铁匠铺工商赔的，我哥说替我存着，还有张契书，我怕他们拿走，偷偷藏起来了，后来就找不到了。找，只要契书还在这屋里，就一定能找着。这钱是你拿耳朵换的，必须要回来。这是你的抚恤契书。是这个，我藏完就发了高烧，醒了之后翻了好几回都没找着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找李正，这钱咱们得要个说法。我嫂子撒泼打滚是出了名的，李正也和稀泥，我一个聋子争不过。争不过也要争，他们不怕闹，就怕你哥在县衙的差事保不住。我现在就去找李正，我们这笔钱必须拿回来，咱们把钱要回来。李正，我是李守诚的妻子，来找您是为了守诚他哥拿走守诚抚恤银的事。丫头啊，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李守业2口子就是滚刀肉，沾上身甩不掉，犯不上。我知道您是怕麻烦，也不想得罪他们2口子，可这事儿会影响您啊。不至于这么严重吧？咱们得往长远了想，要是县衙护房下来查，
问起工商抚恤银去哪儿了？为啥没人管伤残匠人？您这李正肯定要担失察的责任。本来是他家的家务事，最后反倒连累您的考评，这不值当啊！嗨，我也寻思过这茬儿，可我一个李正还能硬管人家家事？您不用硬管，提一句公道话就行。这事儿您给评了，全村人都得挑大拇指，说您真心向着老百姓，这名声多值钱。有道理。县衙知道了，也得说您处理得妥当，您以后也好开展差事。行吧，我就跟你们走一趟，明天上午咱们在李家碰头。多谢李正。哟，二弟，都在你的破房子里躺着等死，跑回来蹭饭呀？守成，不是哥说你，都分家出去了，还回来干啥？有啥事儿不能托人带个话？我们不蹭饭，是来要李守成的抚恤银。这是抚恤契书，一共23两。什么抚恤银，早就花光了。给守成治病买粮食，哪样不花钱？守成治病都有账单，满打满算花了不到2两，剩下的钱去哪儿了？好什么好？我当哪个丧门星堵在我家门口撒野？原来是你个刚进门的。婆母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是来要李守成抚恤银的。我家老二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乐意给老大花，你管得着吗？刚嫁过来就挑着往回要钱，我看你就是个搅家精。这钱是关营铁匠铺给李守成的救命钱，不是家里的祖财，也不是宫中钱。真要论家里的账，咱们也可以算一算。算就算，我还怕你个小丫头片子不成？当年分家是我拍的板，房子都分给守成了，还想怎么着？他就分了村头那间漏雨的破鼠房，一床破褥子，老宅归大房，全家的地也归大房种，这叫分家，还是叫扫地出门？守成这抚恤银是匠行会按规矩给的伤残补助，专款专用，站着确实不合规矩。还有口粮田，分地的时候就是按人头。守成的3亩半在他名下，一直你们种着，也没给过补贴，说不过去。钱没有，地也不给，有本事你告去，看你能翻出什么浪！行，那咱们就去县衙找匠行会评理。侵占抚恤银，私占弟弟口粮田，我看大哥县衙的差事还能不能保住？别闹了，李正都发话了，真闹到县衙去，我差事就没了。先答应他。算你厉害，家里只有8两现银，多了真没有。地可以划给你。行，剩下15两写欠条，半年内必须还清。还有3亩半地都立字据按手印，以后各过各的，别来招惹我们。你行，就按你说的来。行，字据和钱我都收到了，今天就先回去了。大哥大嫂，记得按时还钱。别费这个劲儿，你慢点说，大点声，我能听见些。原来不是全漏，之前宁肯闷着也不提这茬，怕是心里存着防备，没信得过我。这是你的抚恤银，你收着。你拿着吧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以后家里的钱都归你管，都给你花。行，那我就当咱家这个掌柜了。婆母，就这么便宜的丫头了，钱也给了，地也让了，我这口气咽不下去。日子长着呢，咱们走着瞧。张管事，咱们市集还有能租的草棚吗？租棚子是吧？入口那间，1个月500文，按季度交，
一次衣冠500文。张叔，我这刚开摊儿，手里钱不宽裕，能不能先租1个月试试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不能破例。我那酱香脂油饼，您肯定也闻见过，次赶集都卖光了，生意差不了。等我开张了，天天给您带2块热饼。规矩是按季度交，不过你这情况特殊，先交1个月500文，再加100文押金，棚里东西坏了要赔。谢谢张叔，我一定妥善使用。我老远就闻着酱香味儿了，原来你挪着棚子里来了，比之前在墙角强，遮太阳还当风。给我来2块饼，1碗粥。好嘞，您稍等，马上就好。姑娘，给我来3块饼，多刷辣酱打包。好嘞，这就给您装。给我也来4块，晌午在地里当干粮，省得回家跑一趟。给俺来2张饼，再盛2碗粥。眉目缱绻中凝气，朝谁前行？曾若彻夜繁。只剩1个茶叶蛋了，快吃了，咱们收工。你吃，你站一上午了，我坐着不饿。分着吃，1人1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耳朵疼得厉害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冷。你快睡吧，别冻着。都烧起来了还硬扛，你打算扛到彻底听不见是不是？昨天收摊回来淋了点雨，我以为没事，不想耽误你做生意。本来就刚起步，生意哪有你的耳朵重要？明天咱们就去县医馆好好治治，总这样不是办法。先敷会儿，能好受点。明天一早咱们就走，赶最早的驴车去县城。这是我带过来的，我爹以前的衣服，尺码大，你穿正好。去医馆得干干净净的。你坐着别动，我给你剪剪头发，刮刮胡子，太长了不利索。这不用麻烦你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别动，我手艺好着呢，保证给你剪得整整齐齐。你看，剪完头发刮了胡子，这不精神多了？挺好的。头部外伤后听力下降。大夫，他是之前铁针砸到了右边脑袋，之后耳朵就听不清了。昨天淋雨后就发烧了，您给瞧瞧严不严重？怎么拖成这样才来？重耳有积液，经脉受损加炎症水肿，再晚来一阵儿，积水压坏听脉，就彻底不可逆了。大夫，那现在治还来得及吧？能不能保住听力？来得及，先针灸汤药消炎去积液，配合养神经的药丸和艾灸，水肿消了之后，听力能恢复大半，正常交流没问题。以后不能熬夜，不能受凉，头疼耳鸣加重，立刻来复查。小伙子，听力是自己的，耽误不起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都听您的，现在就去抓药治疗。劳驾，去青牛镇，1人几文？到镇口2文1人，2人4文。大叔通融下，我不坐车，只送这位大哥过去。他刚看完病，受不得颠。2文可行？行吧，上车。你先回，路上坐稳当些，别晃着脑袋。我去粮行扯面，杂货铺打调料，买完就回。不成，你一个姑娘家走路不安全，
我等你一道回。大白天的，官道上人来人往，怕啥？你刚扎完针，先回去歇着，在老槐树下等我。我脚程快，劳烦大叔赶慢些，坑洼处绕着走，别颠着他。放心吧，姑娘，我赶了20年车，稳当。你这媳妇儿真是个好的，心细手巧还能干，小子好福气。守城啊，咋一个人坐这儿呢？都坐半晌了，你媳妇儿呢？我看是卷着钱跑回娘家喽，这会儿指不定在哪儿数钱呢。听说你媳妇儿从你嫂子那儿弄来8两银子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换谁不得卷钱跑？傻子才会留在这破地方熬日子。哼！听说他姐嫁的是绸缎部王掌柜家公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凭啥他就得嫁个聋子？换谁心里都不平衡。我看啊，他早就算计好了，先哄着守城把抚恤银拿到手，转头就跑。这女人心术不正，守城肯定被骗了。就是，你哥嫂家条件多好，有吃有喝的，你当初就是鬼迷心窍，非要信一个外人。现在好了吧，人财两空。小伙子，认栽吧。这世道，人心隔肚皮，尤其是女人家，最是靠不住。他不会走。不会走？都去了大半天了，早该回来了。我看你就是魔怔了，被那女人灌了迷魂汤。这孩子咋就不听劝呢？等天黑了人还不回来，有你哭的时候。苏小回来了，这一袋面50斤呐，她一个女人家扛着走了一路。你瞎跑什么？刚好一点就乱动，头再疼怎么办？你们家这饼吃着比闻着还香，我都连吃3天了还不腻。姑娘，来3块饼，多刷辣酱，再盛2碗小米粥。好嘞，您稍等，这锅马上出锅。苏小，苏小是不是就在这儿？给我滚出来！都让开！别买了，别买了！这黑心货赚的是昧良心钱，吃了迟早闹肚子。是我娘和我大嫂，他们竟然是来闹事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可不怕他们。苏小，你挑唆我2个儿子反目，骗走李家20多两银子，还有脸在这摆摊儿？老天爷呀，你开开眼！我家老二被狐狸精迷了心头，家底儿全让他卷走喽，我这把老骨头没活路了。就是，不光吞婆家钱，这饼也不干净，用的都是发霉的陈面，沟里的臭油，大家可别买了。是不是耳朵又疼了？你坐着，交给我处理。哭够了没？没哭够接着哭，哭够了咱们就当众算算账，看看到底谁是搅家精，谁赚黑心钱。大伙儿都来评评理，这狐狸精骗我们李家抚恤银，挑唆我儿子不孝啊！天打雷劈的玩意儿，连亲婆母都往死里欺负的人，做生意能有良心？这饼里掺了啥谁知道？乡亲们可别拿自个儿的身体冒险。真的假的？我前儿还买过，吃着挺香的啊。我说怎么卖这么便宜？合着赚的是黑心钱啊！大家都在，正好做个见证。今天咱们就一笔笔算，算清楚到底是谁昧良心，是谁占了便宜还卖乖。李守诚，16岁进官营铁匠铺，8年工钱全交家里，工伤砸聋耳朵，20多两救命钱被他亲哥亲嫂揣进了自己兜里。他的口粮田被哥嫂白种3年，1粒米都没往他这儿送过。我嫁过来的时候，他头疼买不起药，家里只剩半袋粗粮面。我就问一句，这钱是我这外人骗的，
还是你们当娘当哥的，亲手榨干了他的血汗？有话说话，动手我可不惯着。怎么回事？闹什么闹？张管事，麻烦您评评理，他们俩无故堵在我摊位前造谣闹事，搅得生意都没法做了，该怎么处置？亲娘也不能堵着人家摊子造谣，再闹，我就送你们去县衙，让护房差役处置你们。苏晓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儿。今天多亏你沉得住气，没跟他们吵起来，真闹起来反倒落人口实。我嘴笨，说不过他们，反而给你添乱。再说，有你在，我心里踏实。小啊，在家不？娘看你来了，快开门呐！小啊，娘来看看你。这刚嫁过来没几天，也不知道你过得习不习惯，娘心里一直惦记着。坐吧，家里简陋，没什么好招待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一姐马上要结婚，绸缎庄王掌柜家的公子，排场不能小，置办嫁妆、做新衣服哪儿都要钱，家里都掏空了。那关我啥事儿？娘知道你摆摊没少赚，你先借娘5两银子，等王家给了彩礼，娘就还你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你总不能看着你姐为难吧？说起来，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。要不是您逼着我替嫁，我也遇不上守城这么好的人，也没机会自己摆摊做生意。嗨，都是一家人，谢什么谢？这笔账，我可得好好跟您算一算。李家这小子，虽说耳朵不好，到底是铁匠铺的正式匠人，嫁过来是让你享福的，你怎么就不懂娘的苦心？这么好的差事，怎么不让杨芳去？她怕毁了一辈子，对我来说就是享福。这不是王掌柜家儿子看上你姐了，那可是绸缎庄家，哪能往外推？你替姐姐担担点，怎么了？当初是你们逼的苏小跳河，转头30两就把他打发了，这也让他担待吗？我不是苏小亲娘，可也把他养大了。你们就这么跟我说话，半点情面都不讲？我答应替嫁的时候，这养育的恩情就两清了。我13岁下地干活，供杨芳读书穿衣，真算起来，是你们欠我的。你个白眼狼！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还拉出错来了。这话传出去，看全村人不戳烂你几两骨！苏小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轮不到你这么糟践她。要戳几两骨，也先戳你们。借钱没有，当初是你们把我推出杨家大门的，往后也少来攀亲戚。你给我等着，有你哭着求我的那天，我就不信你能硬气一辈子。那你就瞧着，我们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。你喝点热水润润嗓子。刚才我说那些，没给你帮到忙吧？怎么会？你刚才护着我的样子特别好，说的句句在理。娘，咋气成这样？苏小不肯借钱，你是没见他那嚣张样，张嘴就说替嫁的账两清了，还说我们家欠他的，连李守成那个聋子都帮着他呛我。他还真蹬鼻子上脸了，摆个破摊子就了不起了，我有法子收拾他。这招绝了，等他名声臭了，看谁还买他的饼。你可真好命，马上就要嫁王家了，以后就是掌柜家的少奶奶，天天都能穿新衣服。也就那样吧，王家条件是还行，总比嫁个聋子守着破土汪强。前头那早餐棚做的酱香脂油饼喷香，我家娃天天嚷着要吃。老板娘长得也好，又麻利，那是李守成家媳妇儿吧？可真是个能干的，生意那么好，肯定没少赚。
什么能干啊？那老板娘是我妹妹，当初哭着喊着要替嫁，根本不是被逼的，就是贪图李家那笔抚恤银啊！还有这事儿？可不是嘛！再说了，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摆摊儿，天天跟各色男人打交道，赚的钱干不干净还不一定呢。瞧见没？就是他家媳妇儿，天天在集上摆摊招摇。苏小姐姐都说了，苏小哭着喊着要替嫁，就是图李家那笔抚恤银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苏小图钱？本来就是，外面都传开了，还不让人说了？算了算了，跟个聋子较什么劲？守城，你这急赤白咧的要去干什么？杨芳到处造你的谣，说你贪图抚恤银主动替嫁，还说你摆摊不干不净。我要去找他。别去，主动找上门反倒显得我们心虚。可是他们那么说你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明天赶集，他肯定会凑热闹，我要当众跟他说清楚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到底是谁嫌贫爱富，谁心术不正。哎呀，妹妹，真的是你啊！我老远就看着像你，还以为看错了呢。怎么在这儿摆摊儿啊？风吹日晒的，都晒黑了。有事就说，没事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当初你图李家抚恤银，哭着喊着要替我嫁，我和娘都拦不住。要不是你那么犟，也不至于遭这份罪。我哭着喊着要替你嫁，当初是谁听说李守诚耳朵聋了，躲在房里哭3天，说死也不嫁聋子？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自己愿意嫁的，怎么反倒赖我？我愿意。我被逼得摔进河里的时候，你就在旁边。是我自己要跳的，还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？你心里比谁都有数。那是你自己不小心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你娘为了让你嫁王家潘高枝，硬逼我替你嫁过来。彩礼，李家彩礼钱想全留给你置办嫁妆，也是我编的。我的天，原来替嫁是被逼的呀！我还以为真是他自己愿意的呢。合着亲娘偏心亲闺女，把继妹往火坑里推，彩礼还想私吞了，也太缺德了！刚才还说人家贪图钱，我看他才是嫌贫爱富。你胡说！我撕了你的嘴！你敢碰我一下，我就把你做的那些事儿全抖落给集上所有人听，看看你还怎么嫁进王家当少奶奶！你看他还想动手打人，心也太黑了！歇口气，喝口水润润嗓子，犯不上跟他生气。跟他掰扯费不了什么力气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站在我这边吗？王掌柜，就是这个苏小把我和婆母欺负惨了，咱们得想个法子搞垮他的摊子。放心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咱们合计合计，保准让他在集市上待不下去。地头上的玉米起码被掰走了20多个，鞋印是方口布鞋，还有篮子蹭的印子。肯定是刘翠花，上次她没占到便宜，故意来偷东西泄愤，他们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？偷一次就有第二次，这次掰玉米，下次说不定就敢割麦子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咱们现在去找他们。没抓现行，他们肯定不认。不急，守株待兔就行。他今天偷了一次尝到甜头，明天肯定还会来。让你跟我作对，让你讹我钱。这地是老李家的，我掰几个玉米怎么了？等我全给你掰光，看你还怎么做生意！掰得挺开心啊，这是你家的地吗？就随便掰。什么你家我家的？这就是老李家的！我在自家地里掰玉米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李家大儿媳妇，掰几个玉米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谁证明这玉米是从这块地掰的？我自己家地里摘的不行吗？脚印从村东头方向过来，直走到这块地，掰断的杆子还新鲜着呢。谁家掰自家玉米，要绕2里地跑到别人家地里？
麻烦这位乡亲帮个忙，去李振家里，就说有人偷玉米被抓现行了，请他过来主持公道。凭什么请李丈来？几个破玉米而已，你至于吗？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真闹到县衙，我差事还要不要了？弟妹，守城，对不住，都是家里婆娘不懂事，我回头一定好好教训她。把我叫来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刘翠花偷了我家玉米，被我当场抓了现行，您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你胡说什么？上次抚恤银的事，我就和了稀泥。这次偷东西被抓现行，再不管，村规就成摆设了。以后我这里正怎么当？偷玉米属实，按村规，偷一罚10，赔10斤玉米。当面给苏小夫妻俩道歉。凭啥罚10斤？村规也不能这么不讲理。村规就是这么定的，不服就去县衙评理，到时候就不是赔玉米这么简单了，你自己选。李正息怒，我们赔10斤玉米，明天一早就送到守城家去。弟妹，守城，是我们不对，给你们赔不是了。不用送我家，直接送李正宅院，让李正过个数。还有，以后再敢踏进我们家第一步，就不是赔玉米这么简单了。苏晓，谢谢你，一次又一次，在我哥嫂欺负我的时候站我这边。客气什么？我们是夫妻。小伙子，你听力恢复80%，日常说话交流完全没问题，恢复的比预想的还好。苏晓，我耳朵好了，真的好了。咱们熬出来了。还是你照顾的细心，复查一次没落过，药也按时吃，后续再巩固1个月，别去太吵的地方，基本就稳定了。打铁铺里的细碎声响可能还听不太清，但普通说话干活都不耽误。以后注意别让头部再受撞击，定期复查就行。谢谢大夫。原来麻雀叫是这个声音，我都快忘了。还有风吹树叶的声，以前总觉得吵，现在听着特别舒服。以后天天都能听见。等回去了，我给你做顿好吃的，庆祝庆祝。苏晓，真的谢谢你，要是没你，我这耳朵估计这辈子都治不好，日子也过得浑浑噩噩的。说啥谢不谢的，咱们是夫妻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红火。以前总看你吃的多，还担心粮食不够，现在知道了，你这都是干活干出来的饭量，应该的。能吃才能干，不然哪有力气烤面烙饼。对了，你耳朵好了，以后你帮我招呼客人，我也能腾出手加新品。没问题，以后收钱、招呼客人、修东西都交给我，你专心做饼就行。正好，我还想着盘门面的事儿，咱们争取下个月就把集市入口的门面盘下来，正经办个经营契书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咱们好好干，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。哎呀，这位就是妹夫吧？我是苏晓她远房表哥张宝顺，听说表妹嫁过来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快请坐。苏晓，这是你表哥，我怎么没听你提过？先看看他要说什么。我赶大集的时候瞅过你们家摊子，那人围的里3层外3层的，这一天下来得不少赚吧？就是赚点辛苦钱，起早贪黑忙活一天，勉强够糊口罢了。妹夫，你太谦虚了。表哥，你大老远过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表妹啊，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才来找你。你侄子前2天发高烧，烧成了肺热咳喘，住医馆花了好多钱。孩子病了确实遭罪，医馆花费高，怎么没找村医先瞧瞧？村医哪看得好咳喘啊？你能不能借哥10两银子，给你侄子看病？等秋收卖了粮食，哥立刻还你。借钱看病可以，
亲兄弟明算账，打借条，按手印，再找李正做担保人，到日子还不上，按3分利算利息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信不过我？借钱按规矩来，对大家都好，不然空口白牙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还？哎呀，真是世态炎凉啊！发财了就不认穷亲戚了，孩子都病成那样了，借点钱都不肯，冷血无情啊！想当年他家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家可没少帮衬，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，良心都让狗吃了。各位街坊邻居都在，正好评评理。评理？你还有理了？我长这么大，今天是第一次见他。我被逼替嫁时候，没见他站住。我刚摆摊赚点辛苦钱，他就上门借钱。你说孩子生病，有医馆的单据吗？说当年帮衬过我家，有谁能作证？空口白牙就来借10两银子，借条都不愿意写。原来是来打秋风的，最烦你这种人，有钱了就来攀亲戚，借钱跟讨债似的，不借就骂人，要不要脸啊？小伙子，你这就不地道了，赶紧走吧，别在人家门口闹了。行，你狠，咱们走着瞧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你可真厉害，3言2语就把他打发了。这种人就不能惯着，越是退让，他越得寸进尺。以后这种上门攀亲戚打秋风的，一律不见。苏小，来10张饼，4碗粥，都是自家人，快点上！等我一下，我带几张回去给我家娃尝尝。等一下，还没给钱呢。给钱？都是一家人，吃1张饼还要钱？就是，都是李家的亲戚，吃你几张饼是给你面子。你赚那么多钱，孝敬孝敬长辈怎么啦？分家的时候，守城耳朵受伤的时候，没见你们看在亲戚的份上管过，现在吃白食了，都认起亲戚来了。1文钱1张饼，你们吃了10张，加上打包的10张，一共20文，结账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人家小本生意，怎么好意思吃白食？就是，当长辈的怎么能这样？老天爷呀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儿子不孝顺，媳妇儿容不下我，连口热饼都吃不上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你又来闹什么？上次的事还没长记性。李正怎么来的这么巧？婆母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提前让邻居去请了李正过来，以防万一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李正啊，你可得给我做主，我这媳妇容不下我。我吃他几张饼，他就要收钱。李正正好在，咱们就把账摊开算，守城8年工钱全交家中。抚恤银至今哥嫂没还清，他分家就分了一间破处房。如今他摆摊糊口，婆母带着亲戚上门吃白食不算，还坐地哭嚎说媳妇儿不孝。到底是谁无理？大伙儿心里都有杆秤。李老太，不是我说你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怎么能这么偏疼大房？老二血汗钱全贴补了老大，你让缓辈怎么敬你？都是你撺掇我们来的，说什么收拾你儿媳妇儿，现在好了，脸都丢尽了，这亲戚没法做了，以后少来往。行，算你厉害，咱们走着瞧你哭的那天。苏小，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觉得腰杆能挺得这么直。有我在，咱们的日子只会越过越红火。
婆母，您别气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，都怪那个苏小太嚣张了。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软的不行，来硬的，非要给苏小点颜色看看不可。娘，您放心，我已经跟镇上老牌食铺的王掌柜谈妥了，咱们联合起来，肯定能把苏小收拾得服服帖帖。算完了，今天除去本钱，净赚730文，比上周日均多赚快200文，回头客越来越多了。这么多，这阵子集上人流量大，咱们的饼口味也传开了，果然没白忙活。算上今天的，咱们已经攒了78两，还差12两。照这个势头，顶多3天就能凑齐盘铺子的钱。这2天闲着没事，照着门面的尺寸先做了个小价木牌练练手，等盘下来我再做个大的木招牌挂门口。手艺真不错，等门面定下来，咱们再加上豆腐脑，早上配着饼卖，客人们选择多，咱们也能多赚份钱。行，我现在听什么都清楚，往后摊子上招呼客人、盘货对账，我都能搭把手，不用你一个人忙前忙后了。还是别太逞能，少去人多嘈杂的地方，慢慢养，等彻底长好了再说，不急这一时半会儿。我记下了。对了，今天收摊的时候，听隔壁卖菜的张大姐说，这阵子市令衙门查得严，专门抓无照经营的。咱们摆摊这么久，一直安安分分的，应该不会查到咱们头上吧？不好说，咱们得尽快把门面盘下来，正备办个经营契书。这几天出摊你多留意，看到穿差衣服的就提前收东西。好，我明天出摊就多盯着点。怎么样？这铺子你们也看了好几回了，位置绝对是集市最好的，价钱也给你们算实惠了。我们很满意，就按咱们之前说的价，今天就交定金签契书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门面了。老二两口子竟然盘了门面，都怪那个苏小抢了我们的钱，才过得这么好。他们得意不了几天了，等咱们的计划一成，他这生意肯定黄，到时候让他赔个底朝天。怎么了？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咱们赶紧签契书吧。你看，咱们有自己的铺子了。在苏小店里的食材里掺脏东西，就交给你们了。毕竟你们熟，方便下手。没问题，这事交给我们。等他名声臭了，被市令衙门查封，这集市上的生意就还都是王掌柜您的。好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苏小，你个小贱人，我今儿就毁了你的原料，看你明天怎么开门做生意。细沙混着碎骨壳，吃起来牙碜还闹肚子。等传出去吃坏了人，你这店不出3天就得关门。地上怎么有脚印？锁头也被人动过。守城，你站那儿发什么呆？赶紧备料，一会儿该开市了。别忙活了，仓房昨晚被人撬了，最外面这袋面粉掺了沙子，肯定是我大哥大嫂干的。他们也太过分了！还好咱们多囤了2袋面粉，这袋问题粮绝对不能混进原料里。咱们手脚快点的话，开市前能备出第一锅饼胚，耽误不了开张。等忙完开业，
咱们得想个法子，从根上堵了这个漏洞。我也这么想，得有个安全的地方放原料才安心。大哥大嫂这次没得逞，肯定还会找别的法子坑害咱们。亲兄弟竟下这种黑手，真是寒心。往后他们再敢动歪心思，我绝不容情。姑娘，你这手艺真没得说，比之前集市摆摊的时候还香。店面干净敞亮，吃着也放心。谢谢您捧场。今天开业头天，买2块饼送1碟小咸菜，您常来。给我来3块饼，多刷辣酱，再盛2碗小米粥，打包带走。好嘞，3块饼2碗粥，一共35文，你拿好。大妹子，你这店里缺不缺干活的人？我不怕累不怕苦，就想赚点钱补贴家用。你要真想干，过2天去村里旧仓库那边找我。我正准备收拾地方，开个面食作坊。谢谢你，大妹子，我肯定好好干，绝不给你添麻烦。哟，妹妹这店我当有多气派呢？也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，天天站这儿风吹日晒的，哪有我当少奶奶舒服？自己赚的钱花着硬气，想买什么不用看婆母脸色，也不用伸手跟男人要，总比有些人买盒胭脂都得报备强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没事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就是这儿，地方够大，院墙也高，租下来放原料做面粉半成品，再招几个工人，就不怕有人偷偷摸摸动手脚了。位置也合适，离村口近，拉货送货都方便。咱们明天就去找李征问问租金和尊期。还想开作坊招工人，做梦！我这就回去找婆母合计，绝不能让你们顺顺当当把这事办成。李正，我今天来是想问问村头那间闲置旧仓库的事儿，我想租下来开面食作坊，给周边杂货铺供货。那仓库都荒2年了，屋顶漏雨，墙也塌了半块。再说之前从没租给个人开过作坊，我得琢磨琢磨。荒着也浪费，我租下来自己修缮，不用村里出1文钱，按年交租金，租期最少3年，1年2两银子，您看合适不？你这丫头办事向来靠谱，能带动村里女人赚点钱也是好事。就按你说的来，我这就写契书，你下午就能拿钥匙。谢谢您，我肯定好好干，不给村里添麻烦。你们听说没？苏晓那丫头把村头旧仓库租下来了，还要开什么作坊，招村里老娘们去干活。哼，我今早刚听说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女人家就该在家做饭带娃，抛头露面赚那俩钱儿，像什么话？可不是，我家那口子昨天还念叨想去，被我骂回去了。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都破了，以后村里风气还得了？老嫂子，你得管管啊！你是李家老人，苏晓是你家儿媳妇，你说话她总得听2句。我不仅要管，还要让各家老爷们都把自家女人看住了。谁要是敢去那作坊干活，以后就别想在村里开头做人。你是不是还想着去苏晓那作坊干活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！我去干活赚钱贴补家用，又不是去做坏事，你凭啥不让我去？凭啥？凭我是你男人！外面都传成啥样了？说去干活的都是不守妇道的，你想让我跟着你丢人？从今天起，你就在家待着，敢踏出家门半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谁呀？王大壮，是我苏晓，我来跟你算笔账，算完我就走。
有啥好算的？我们家秀莲不去你那作坊，你赶紧走吧。我不是来劝人的，是来给你算账的。王秀莲这半个月在我店里帮忙，记项公词一共820文，820文，够买2袋粗粮面，够给你抓3副药，够给孩子交下半年学费。你歇这半个月，家里赚了多少钱？还敢上门来煽风点火？我看你这作坊开不开得成还不一定呢。咱们作坊按件计酬，做多少拿多少，当天结算，绝不拖欠。活儿不轻松，但干净体面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。小，谢谢你肯收留我们，我们肯定好好干。守成，正好你来了，我跟姐妹们介绍介绍。这是我男人李守成，以后咱们作坊的器具调试、原料采买全归他管，这些木工活精细，也就手长能拿得下来。我耳朵还没全好，怕招呼不好大家。你的手艺没人比得过，这点事儿难不倒你。姐妹们以后有器具上的问题，都找守成就行。婆母，你听说没？苏小那作坊都招了4个人了，天天在仓库里做馒头，可风光了。风光什么？老娘们抛头露面，迟早把村里风气带坏。我已经跟村里人打过招呼了，谁家媳妇儿敢去，就戳谁家脊梁骨。光戳脊梁骨有啥用啊？你看他现在生意越做越大，以后还不得骑到咱们头上？得想法子把他那作坊搅黄了才行。急什么？他蹦跶不了多久。我已经托人去县衙递话了，就说他无照经营，私开作坊，看他还怎么开。还是婆母你有办法，这下看他还怎么得意。掌柜的，苏记作坊送的500个饼胚，300斤馒头都卸完了，点过数，分量都够，先摆上货架卖着，看看销量怎么样。要是卖得好，以后就长期订。这馒头看着就喧腾，面也白，比咱们村自己做的好多了。可不是，价钱也不贵，买2个回去给孩子当早饭正好。你下午跑一趟苏记作坊，就说这批货卖得快，让他们再准备第2批，量比这次多1倍。好。守成啊，哥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嫂子有个远房表妹，在家闲着没事干，你看能不能安排到你这作坊里来？哥，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得苏小说了算。招人都是有规矩的，得踏实肯干才行。什么做不做主的？这作坊你们2口子开的，安排个亲戚怎么了？又不是白拿工钱，肯定好好干活。大哥，作坊招人只看干活行不行，不看亲戚面子。要是表妹真想来，先试工3天，能干好就留下，干不好就走。哟，老板架子还挺大，不就是个破作坊吗？还真当自己是大买卖了。作坊再小，也是我们凭本事吃饭的地方，混日子拿好处的，我们这儿不收。呸！哎呦，你看人家这作坊开的，女人家天天往外跑，家里男人也不管管。可不是嘛，男人天天窝在后面修器具，全靠女人抛头露面撑家，这不就是吃软饭吗？2位婶子要是没事就回家做饭去，站在我家门口嚼舌根，不嫌丢人。我们又没说你，你急什么？我说的是吃软饭的男人，又没点名道姓。我男人修器具管采买，顶半个账房先生，你们家男人能有这本事？有功夫嚼舌根，不如想想怎么多赚钱，总比天天嫉妒别人强。别往心里去，他们就是嫉妒，嘴碎而已。他们说的也没错，要不是你撑着，我……胡说什么？没有你修器具、管财卜算账目，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咱们是夫妻，分什么谁靠谁？以后再听见这种话，直接怼回去，不用忍。你凭手艺吃饭，不比任何人差。
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让别人这么说，也不会再让你护着我。娘，我瞅着这块布颜色好，想做件新布衫，您看行不行？做什么新布衫？家里钱是大风刮来的，天天就知道买东买西，一分钱不赚就会败家。我这都嫁过来1个月了，连件新衣裳都没添。嫁过来就是王家的人，就得勤俭持家。你看看你，饭也做不好，针线活也不行，除了花钱还会干啥？以后想买东西先跟我说，不准私自乱花钱。中午把院子扫了，再把全家的衣服洗了，洗不干净别吃饭。哭啥呀？嫁入王家就是当少奶奶的，受点委屈算啥？等以后你生了大胖小子，地位就稳了。什么少奶奶呀，天天被婆母骂，买块布都不行，家里活全是我干。那也比苏小强啊，他天天抛头露面赚那俩辛苦钱，看着就累。你是王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以后家产都是你的，你可别犯傻，好好跟婆家过日子，别学苏小那套，女人家抛头露面，让人笑话。我知道了。大壮啊，你还在这儿闷头干活呢，你家媳妇儿都快骑到你头上了。老婶子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家秀莲咋了？咋了？天天在苏记作坊里抛头露面，跟南来北往的外村人打交道，全村人都在背后笑话你管不住媳妇儿。反了他了，我这就去把他拽回来，看他还敢不敢去。就是，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女人家就得在家洗衣做饭伺候男人，出去抛头露面像什么话？反了天了还！王秀莲，你给我滚回家！谁让你在这抛头露面丢我的人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在这吓着人。秀莲是自愿来干活的，按件计酬，凭力气吃饭，不丢人。我的媳妇儿不用你管，今天我必须把她带走，以后不准再来你这破作坊。你松手！秀莲，你自己选，是跟他回家继续受气，还是留在这儿赚钱，自己说了算。我不回去，我要留在这儿干活。你敢不听我的？他凭自己力气赚钱，没偷没抢，轮不到你这么凶。你要是再闹，我就喊李正过来评理。现在杂货铺光要白馒头和饼梅有点单一，我想加红糖馒头和杂粮花滚，甜口咸口都有，客人们选择也多。这主意好，村里办喜事儿、走亲戚都爱带甜馒头，肯定好卖。就是揉杂粮面费点劲儿，压面床只能压白面。压面床可以改，把进料口的挡板调宽，再换个大一号的木齿轮，转速慢点儿，杂粮面也能压，效率比手工揉快3成。真能改，那可省大事了。守成哥可真厉害，啥契机到你手里都能摆弄明白。先喝口汤暖暖手，都蹲那儿琢磨1下午了。快弄完了，齿轮磨光滑了装上就行，明天一早就能试。要是顺的话，当天就能出杂粮花卷的胚子。也不急这一晚，别累着。今天赵梅他们还夸你，说有你在，作坊里啥器具毛病都不用愁。以前总觉得自己耳朵不好，帮不上你什么忙，现在才知道，我这点手艺还真能派上用场。何止派上用场，你可是咱们作坊的顶梁柱。以后采购、器具、排班这些事，我都慢慢交给你管。
小姐，昨天送杂货铺的那批杂粮花绢，人家一早捎话来说卖空了，问咱们能不能再加200个的量。行，今天下午加做一批，明天一早送过去。你跟大伙说一声，辛苦半天，晚上算加班工钱。您是？我是镇上书院的张管事，来考察学子早供货的事，吃食干净是第一位的，得仔细。你们现在日产多少？目前日产白面馒头1200个，饼胚800个，杂粮花卷500个，后续加人手还能提3成。原料都是从哪儿进的？配送怎么安排？原料都是从县城粮行统一采购，有正规票据，每批都流量。配送专人赶驴车送，卯时前准能到书院伙房。要是长期合作，我们可以按周调整品类，周1、3、5馒头，周2、4花卷，还能搭配玉米窝头。你这账算得比我还清楚，连损耗和配送时辰都考虑到了，够专业。他管咱们作坊的采买和生产调度，这些数都刻在脑子里了。行，你们这卫生和产能都达标，下周一开始先试供10日，没问题就长期合作。这个月咱们一共赚了36两2钱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每人多发50文红利，还有红利呢，这可比我预想的多太多了。我活了30多年，第一次靠自己的手赚这么多钱，回去就能给我家娃交下半年树崩了。这是你的380文工钱加50文红利，一共430文，你点点。你个丧门星，晒个被子都能忘，被子朝着怎么睡？娘，我刚才在洗菜，一忙就忘了，我下午再说。洗菜洗菜，你除了洗菜还会干啥？娶你进门是来当少奶奶的？家里家外一点用都没有，吃起饭来倒不少。我家真是倒了霉，才娶了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，连点家务都做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？现在订单越来越多，人手也不够。我想把作坊扩成面食房，大伙合伙做工，按股分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面食府跟村里的脂坊那种模式一样，差不多，但咱们是大伙一起干，立个正经字号，按劳分红，多劳多得，谁家有难处，大家一起帮。这主意好，这样大家干着也更有奔头。立籍号和办契书的事儿交给我，我跑县衙护房，跑市令衙门都能办。那就辛苦你了。等明天开全员会，我跟大伙说说这事儿，听听大家的意见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想跟大伙商量件事儿。我打算把作坊扩成面食坊，立咱们自己的名号。面食房的规矩，第一是账目全公开，大伙随时能查；第二，爱劳分红，多劳多得；第三，谁家有难处，大家一起帮。我同意，就按小姐说的来，跟着你干，我们心里踏实。我也同意。以前在家连个说理的人都没有，现在有大伙撑腰，我啥都不怕。婆母，苏小那丫头要把作坊改成什么面食坊，还要招更多人，再这么下去，全村的老娘们都得被她勾走。慌什么？我这就去找赵守旧他们几个，联名去县衙告他，说他拉拢人心，聚众滋事。我就不信了，还治不了他一个小丫头片子。今天是苏记面食坊挂牌的好日子，苏小带领大伙勤劳致富，是咱们村的好榜样。以后咱们面食坊就是大伙第二个家，只要肯干活、守规矩，人人都能靠双手赚上钱，挺直腰杆。连长，
县衙收到一封举报信，说这面上访拉拢人心，无照经营，聚众滋事，小的奉命来查一查。哼，这面食坊契书样样齐全，它带动了几十户人家增收，是正经的营生。谁不服，让他现在就站出来当面对质。差役大哥，您请过目。这是经营契书，这是税票，每一笔进货，每一笔工监，每一笔分红，账上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手续这么齐全，账目也这么清楚。这封举告信分明是无中生有，血口喷人。老李真，我回去一定如实禀报。这面食坊办得这么红火，带动这么多妇女增收，县衙回头怕是还要来京表呢。我就说嘛，人家正经做生意，清清白白的，谁使唤也扳不倒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黑了心肝的，真是见不得人好。听说你这面坊生意挺红火啊，在咱们这块地盘上做生意，总得交点保护费吧？我们合规经营，该交的税都交，没什么保护费可交。不交，不交，我今天就砸了你这面食坊！你敢动一下试试？李正马上就到，到时候你不光要照价赔损失，还得被送到县衙按规矩处置。李正，我怕他。今天我倒要看看，谁敢管老子的事儿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我们面食坊撒野？想砸东西，先过我们这关！我看你今天敢动一下试试！周老三，你又来惹事儿！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勒索，我看你是想去县衙蹲班牢。李正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就是路过，跟苏老板聊两句。误会，我都听见了，罚你们免费给面食坊修3天烟墙，再敢来闹事儿，直接送县衙。这娘们儿力气那么大，还有李正盯着，咱惹不起。以后绕着这面食坊走，谁也别再来碰这钉子。赵老板，这次我要白面300斤，玉米面80斤，红糖20斤，跟之前一样，要粮行的正规货，每袋都得足斤足两。放心吧，李哥，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缺过你的货？明天一早我就让人送过来。送货直接卸到库房，每袋都码整齐。入库前我们会挨个轻重。好嘞，好嘞，都听你的安排。咱们现在产能稳定，以后每天早班卯时到未时，晚时未时到亥时，大家轮流倒，不用天天熬一整天。守城现在负责器具维修、原料采购，还有仓库调度。以后生产上的事儿，大家也可以多跟他商量。那姑请好，守城哥心细，手艺又好，有他管着，我们干活都踏实。你看看现在，李守成都能当管家了，以前不就是个聋子吗？全靠媳妇儿撑着，现在倒人模狗样的。哼，人家确实能干啊，修器具、采买、算账，样样行。再说了，人家媳妇儿有本事，两口子一起把日子过好，有啥不对的？怎么你也帮着他们说话？我看你也想去面食坊干活吧？哼，能赚钱我为啥不想去？总比在家天天看男人脸色强。守业，你家老二现在可风光了，面食坊里管东管西的，说白了还不是靠媳妇儿撑着。说出去不嫌丢人，可不是嘛？以前耳朵背的喊破喉咙都听不见，现在沾了媳妇儿的光，
倒人模狗样的。两口子过日子本来就是互相搭伙，总比有些人天天混日子赚不来半毛钱，回家还跟媳妇儿耍横强。我男人是面食房的顶梁柱，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苏记。以后谁在背后乱嚼舌根，别怪我直接找上门去掰扯清楚。行了行了，散了散了，回家干活去。你今天说的真好，以前你总不肯争，现在终于敢正面怼回去了。以前总觉得自己耳朵不好，说不对也听不清，怕闹笑话。现在想明白了，我凭手艺吃饭，不比任何人差。你本来就很厉害，只是以前自己没发现而已。赵老板，这袋面粉少了3斤，你再看看其他几袋，是不是都不够称？哎呀，装袋的时候难免有点误差，差个半斤8两的很正常，别这么较真儿。不行，咱们说好足斤足两，你这每袋都少2、3斤，10袋就是20、30斤，这不是误差，是缺斤短两。哼，我说你一个聋子，算得还挺清楚，不就少几斤面吗？至于这么揪着不放？赵老板，说话放尊重，我的人轮不到你欺负。苏老板，我就是随口开玩笑，没别的意思。玩笑就不必了。前4次供货每袋都少2斤，一共少了72斤面粉，加上这次的，你得补我们85斤面粉。苏老板这就太较真了，粮行批量装袋本来就有正负误差，之前收货也没提过，怎么今天突然算起来了？之前没提是给你留颜面，以为你只是偶尔疏忽，没想到次次都缺斤短两，这就是故意蒙人了。嗨，都是长期合作的老关系了，这点小事至于吗？下次我让粮行多装2斤补上不就行了？不行，今天要么当场补够货赔礼道歉，要么咱们就去市令衙门评理。别，苏老板消气，我这就让伙计回去拉面粉，今天一定补够，以后绝对足斤足两，绝不再犯。娘，这批货全砸手里了，本钱赔了个精光，外边还欠着账，再周转不开，这生意就撑不下去了。都是这个丧门星克的，自打她嫁过来，你就没顺过，生意也黄了，钱也没了，她就是个扫把星，都是你，天天丧着个脸，把我们家的财运都克没了。娶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生意赔了怎么能怪我？我又没插手过。不怪你怪谁？就是你个丧门星带来的霉运。李家村的苏记偏食房可真红火，听说都接了书院的长期订单，里面干活的妇人每个月都能赚好几百文呢。可不是嘛，人家苏小是真能干，带着一帮妇女致富，比好多男人都强。凭什么他苏小就能顺风顺水？我不好过，他也别想好过。你们可别买苏记的面食，里面掺了发霉的面，吃了会拉肚子。真的假的啊？无凭无据的，你可不能乱说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亲戚家孩子吃了，躺了好几天呢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外面都在传咱们的面食掺了发霉的面，吃坏了人。刚才邻村杂货铺捎话来，问咱们怎么回事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造谣。咱们的面都是凉净净的新面，怎么可能吃坏肚子？别慌，谣言站不住脚。你去跟杂货铺说，咱们随时可以接受查验，要是查出问题，所有损失我们全赔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谣言传得这么快，背后肯定有人推波助澜。既然有人故意送上门来找事，
那咱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他们仓库里堆的发霉的面粉，都掺进好面里做馒头了。你们可千万别买。不能吧？我家孙子天天吃书院的馒头，也没见拉肚子啊。就是，人家面食服卫生可干净了，我看你是嫉妒人家生意好吧？姑娘，我劝你也别在这胡说了，有这功夫，不如去面食房学个手艺，自己赚钱腰杆硬。光在嘴上使劲没用，镇上王掌柜给我出了主意，还许了好处。今晚，翠花，你去面食坊的原料仓，往面里掺脏东西。行，我摸黑翻墙进去，往面里掺点馊料，明儿一出锅，吃坏几个人。那面食不干净的话，可就坐实了。方丫头，你明天就去市令衙门举报苏小无照经营，聚众滋事。我接着在村里放话，我就不信脚不臭，他苏记的招牌。行。这口气我也咽不下。这几天谣言传得又急又邪，背后有人推。他们下一步八成要往咱们原料上动手，坐实这个谣。你是说，他们会来撬库房，往原料里掺东西？十有八九就这2天，狗急了跳墙。越急越沉不住气。咱们从今晚起轮流守着原料仓，逮个人赃并获，新账旧账，我一次跟他们算清楚。好，今晚我守夜，这回绝不能再让他们全身而退。苏小，你个小贱人，等这面掺了料，吃坏了人，看你这破面食馆还开不开得成？掺得挺卖力呀，人赃并获，这回你还赖得掉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。撬锁翻墙往我们原料里倒沙子，这叫路过看看。大嫂，你把话留到明天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吧。看好了他，请理正，请乡亲，咱们把这笔账连本带利一起算。哎呦喂，欺负人了！你媳无赖大嫂啊！乡亲们看清楚，半夜撬锁翻墙，往面里掺沙子、掺馊料的，就是他。这就是外头说我们苏记面食不干净的真相。有人举报你们面食铺无照经营，聚众滋事，我们来查。把契书、账本拿出来。差役大哥，请查，经营契书、税券、进货票据、工钱账、分红账一样不缺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手续齐全，账目干净。这封举报信是恶意诬告，我倒要查查是谁递黑状，专门跟勤劳自负的人过不去。今天人齐，新账旧账我一笔一笔算给大家听。守城救命钱谁私吞的，玉米谁偷的，门店的面粉谁掺的沙子，如今又是谁造谣举报，往吃食里下脏手？做了那么多缺德事儿，又半夜来下脏手，你也配做人家大嫂？想用这种手段击垮我苏记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
下回再让我逮着，直接送县衙，别想跑！都散了吧，回去干活。咱们把饼做好，把日子过好，就是对这些烂手段最硬气的回击。说得好！这次给了他们教训，往后看谁还敢动歪心思。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。咱们拧成一股绳，就没人再能欺负到我们头上。咱们今天正式定下互助规矩，往后谁家有人病了，大伙轮班搭把手，谁被婆家刁难，全体姐妹一起上门撑腰。以前在家受了气，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，现在有面食房，有大伙，我再也不怕了。对，咱们拧成一股绳，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周铁柱又打张翠英了，打得可狠了。走，姐妹们跟我去看看，这规矩今天就用上。住手！光天化日打媳妇儿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我打我自家媳妇，关你们这群老娘们屁事儿！张翠英每个月赚的都比你多，她凭什么挨你的打？打媳妇儿是犯法的。今天你要么当众认错，要么咱们直接去县衙评理。对不住，以后不打你了。别怕，往后有我们呢。丫头，好消息，县里要评选妇人营生典范，我琢磨着你们面食服完全够格，特意给你报了名。这能行吗？我这边还盯着生产，怕抽不出空准备材料。怎么不行？你带动20多户妇女增收，完全符合规矩。材料准备好交到县衙就行，不用你跑前跑后。你盯生产就行，材料交给我整理。以前在铁匠铺常做账册，这点事儿难不住我。都熬2个晚上了，歇会儿吧，别累着。没事儿，快弄完了。材料做规矩点儿，县衙看着也清楚，评上的把握更大。你想的比我还周到，这事儿交给你，真是找对人了。你们这材料做的真周详，账目清楚，数据实，是我这几天收到最好的一份。谁整理的？是我整理的。面食坊实打实做事，材料自然也要实打实做。回去等通知吧，你们希望很大，估计下周就能出结果。辛苦您费心，有消息您随时通知我们就行。小丫头，好消息，评选结果出来了，咱们面食坊全票评上妇人营生典范了。真的？这么快就出结果了？那还有假？下星期县府派人来给你挂匾额。太出钱了！老婶子，听说没？你家老二媳妇儿的面食坊评上妇人营生典范了，下周挂匾额，全村都跟着热闹呢。嗨，一个丫头片子瞎折腾，有啥风光的？这还不风光？全村人都夸你家老二有福气，娶了个能干媳妇儿，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。风光，我看他能风光几天。
苏小娘子带领妇人勤劳致富，你是好样的。多谢县府认可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面食坊所有姐妹一起干出来的。今日不光是表彰苏记面食服，更是给大伙儿立个榜样。女子靠双手吃饭，一样能干出大名堂。当初我要是没那么犟，站在那儿领赏的会不会是我？大清早的往娘家跑，又是什么事儿？娘，你手里还有钱不？先借我3两银子救个急。景明那批货全砸了，外头还欠着账，债主天天上门催。借钱？我哪有闲钱填王家那个窟窿？当初我把你风风光光嫁进王家，是让你享福的，不是让你回来往娘家伸手的。娘，能不能想办法先凑点儿，等景明生意缓过来，肯定还你。还拿什么还？他家生意都败得底朝天了，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。王家吃香喝辣的时候，没见你往娘家拎半块点心，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倒舔着脸回来填窟窿了。娘，你别骂了行不行？我心里也难受。难受？难受有个屁用！不能把钱哭出来。要我说，你去找苏小啊，他手里肯定有钱。你就说家里急凶，先借个1两8钱的，他那么大的买卖，不差这点钱。找他，他能借我？试试怕啥？别在我这儿3号的墙！快去快去！小姐，我到现在都觉得像做梦。我居然能站在这儿，还拿了仙境的红花，这都是你自己干出来的。以后咱们路还长，咱们要让更多人知道咱们苏记的面食。小姐，你尝尝今天的红糖馒头，我盯着蒸的，甜度刚好。等咱们进了县城，这肯定也能卖得好。门口有人晃了好半天了，像是杨芳。苏小，我有事就说吧。家里出了点事，急等着用钱。你能不能先借我500文？等我手头宽裕了，肯定还你。面食坊的钱都是大伙儿的，每一笔都有账，要用来进货发工钱，不能私借。就500文都不行吗？咱们好歹姐妹一场。借你500文，救不了你一世。面食坊要开手艺教习班了，学会就能凭自己双手挣钱。你要是肯来，随时可以报名。我再想想。咱们要拿下县城最大杂货行的供货资格，往全县铺货。摊子大了，我一个人盯不过来。今天正式设4个管事岗，王秀莲任生产管事，管排班、产能调度，所有生产线的进度全由你统筹。赵梅任质检管事，所有出货的面食重量、品相、卫生标准全由你把关，出了问题唯你是问。
林秀管供货配送，对接杂货铺、书院和各个网点。田桂英管原料采买，盯紧粮行的货，保证足斤足两，品质过关。小姐，我能行吗？我以前连句整话都不敢跟外人说，怕管不好大家，耽误了正事。你做事稳，心细，肯定行。面食房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要靠大家一起撑起来，咱们才能走得更远。有拿不准的就过来问我，器具和采买的事儿我熟，咱们一起把这事儿做好。东边镇按赶杂货铺的货，晌午前要装完；西边做杂粮花卷，明天一早送书院。这批货赶完，所有人记下多算2成。梅姐，这锅都蒸3回了，肯定没问题。你都查第5遍了。不行，送出去的东西就得对得起人家的信任。在下是县城裕丰杂货行的采买掌柜，姓周。你们苏记面食是县里评的富人营生典范，我特意过来谈谈合作。周掌柜，快请坐。我们正琢磨着往县城拓展呢，您主动来是我们的荣幸。目前我们主打白面馒头、杂粮花卷、酱香饼胚3个大类，所有原料都是粮行采购，票据齐全，每批货都留样备查。杂货行要的就是稳定供货，品质达标，价钱也得有优势。供货时辰每日寅时前，专人赶驴车送到铺子里。品质不合格的包退包换，价钱按批量走，比市价低2成。你这账算得比我还明白，条款也拎得清，跟你谈事儿就是省心，就这么定了。先试供1个月。销量好，咱们签长期契书，后续点心干货类也优先给你们做。您放心，品质和供货绝不耽误。刚才你跟掌柜谈契书的时候特别稳，想的比我还周到。这是咱们的生意，我肯定得上心。以后谈契书、对接外头的事儿都交给你了，你可是咱们面食房的大管家。县城裕丰杂货行的契签贴下来了，订单量翻1倍。今天叫大家来说2件事：第一，扩张15名工人；第二，从今日起，计件单价涨1成。听见没？涨工钱了！小姐，这一下子涨这么多，面食房扛得住吗？扛得住。订单多了，大家辛苦点儿，钱也得跟着涨，不能让姐妹们白忙活。扩建的案板半个月就能搭好，新压面床已经订好了，大家不会再那么累了，以后干活能省不少力气。以前总觉得媳妇儿在外头干活不体面，结果她赚的比我还多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在家没事儿，过来搭把手，她也能轻松点儿。咱们面食坊的规矩就3条：肯干活、守规矩、讲良心。做到这3点，人人都能靠双手挣钱，挺直腰杆。家里存粮都被你卖了，盐都买不起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吵什么吵？
要不是你天天咒我输钱，我能输这么多？明明是你自己手眼，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，被褥、衣裳，连你爹留下的铜烟袋都卖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还敢顶嘴！我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成这样的？你听说了没？李守业把家底都输光了，还打刘翠花，那脸肿得跟馒头似的。早说他们那一家子不干正事儿，你看人家老二两口子面食房开得红红火火，这做人啊还是得走正道。可不是，当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现在倒过来了。听说李守业欠的还有外债，都不知道怎么还。苏记面食坊带动50多户妇女就业，人均月收入涨了300多文，解决了不少贫户的生计，是咱们的典范。什么典范？哼，女子就该在家做饭带娃，伺候公婆。苏小倒好，领着一帮媳妇儿抛头露面，家都不顾了，带坏风气。面食房的女工都是自愿来的，赚了钱补贴家用。据我们统计，女工家里婆媳矛盾少了30%，日子都比以前好过。哼，说得好听，女子在外头抛头露面，名声都坏了，赚那俩钱有什么用？面食坊带动周边3个村的粮食销路，还带动了运输、包装的活计，这是办实事，不是带坏风气。那也不是正经田里的银行，说出去都丢人。那我倒想问问，您村里的贫户，您帮着解决生计了吗？您村里的妇人过年做不起新衣裳的时候，您管过吗？说的在理，能让老百姓沟里多揣钱，那就是正经事儿，比啥都强。人家这才叫办实事。50多户妇人就业，粮食销路也打通了，一举两得。王景明，今天再不还钱，就拿你这房子抵了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招来的祸！你这个只会吃闲饭的媳妇儿，我们王家养不起了。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景明，让他走，家都要没了，还留他做什么？杨芳，对不住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你回娘家吧。你说什么？王景明，我嫁给你才多久，你就要赶我走？少啰嗦，收拾收拾，赶紧走！滚！我们王家没有你这种丧门媳妇，带着你的破包袱赶紧走，别在我家门口碍眼。娘，娘，你开门！我不走，我是景明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不能就这么赶我走啊！家都败光了，谁还养得起你这尊大佛？再不走我就泼脏水了！风风光光嫁进来，怎么才几个月就把我赶出门了呢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拎着包袱，这是……娘，王家把我赶出来了。赶出来了？你怎么有脸回来？当初要不是你说王家条件好，让我抓住机会嫁到他们家，我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你还敢顶嘴？你这样被当丧门精休回来，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？
凭什么？凭什么苏小就能风风光的，我就落得这么个下场？苏记面食坊开办免费手艺叫销班，免费教手艺、教算账，学会就能上工，凭本事按劳举酬。靠男人靠娘家，我把路全走死了。靠自己，我还能靠自己吗？你要去哪儿？赌债还没还完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就在这儿等着被债主砍，我去外地谋生躲债。你自己在家想办法。别搬我们家东西，搬了我们怎么活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敌手夜跑了，就拿东西抵，再拦着连你一起带走。你又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大妹子，我找苏小，我想求她给我个活干，我不怕累不怕苦，什么活都能干，能赚口饭吃就行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当初往面里掺沙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来干活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鬼迷心窍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活，绝不再耍心眼。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吧！不行，你当初干的那些事儿，大家都记着呢，谁敢让你进吃食作坊？万一再动点手脚，谁担得起责任？就是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们这儿不收你。老天爷啊，我命苦啊！养儿防老，养出个不孝子儿啊！儿子不养老，媳妇挑唆着不认娘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有话起来说，别坐在地上丢人。咱们家都分了。你又来闹什么？我不管，你是我儿子，就得给我养老，每个月给我1两银子养老钱，不然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。你个老东西，好处都想着老大，养老就找老二了。李守业是你大儿子，你凭啥不找他养老？我找我儿子养老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个丧门星，把我大儿子家都败光了，还有脸来说我？要不是你偏心，哪有今天？当初抚恤银你让老大拿，分家老宅给老大，现在老大跑了，你就想赖上老二？好家伙，这一家子可真热闹，自个儿把家底儿全抖出来了。可不是嘛，婆母偏心，媳妇儿败家，儿子赌钱跑路，凑齐了都。真是活成全村笑柄了。当初好好的日子，愣是做成这样。你个不孝的东西，你气死我了！你别装啊，我可没碰你。都散了，堵在人家面食坊门口像什么话？来2个人，把老太太扶回家去。气成这样，别再出点啥事儿。小姐，不光县城裕丰杂货行，周边3个乡镇的杂货铺都来订货了，订单量比上个月翻了3倍，案板都排满了。再扩建2条案板线，新增蒸饺和包子品类。眼看天要凉了，热食需求量大，正好打开冬天的市场。新压面床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下周就能到。案板布局我画了图，保证效率最高，不耽误现有的产能。
质检的规矩我都定好了，新品类也按老标准来，每一批都留强，保证不出问题。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熬菜。你怎么还做饭了？以前是我糊涂，不让你出门，以后不会了。以后家里的事儿我多担着，你放心干你的营生。现在谁还说女子抛头露面不好？我家媳妇儿要是能去面食铺干活，我天天在家做饭都乐意。就是能赚钱能顾家，比在家天天吵架强多了。我家姑娘大了，我就想让她去学手艺，自己赚钱，腰杆硬。你还跟着说闲话，现在才明白，靠双手吃饭，到哪儿都体面。叫嚣班免费教手艺，也教算账、对接主顾、维护自身全权。学会后能留在面食坊干活，也可以自己摆摊做小生意。和面讲究3光：手光、盆光、面光，水要一点点加，急不得。学会了这个，做啥面食都不愁。器具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摸清了脾气，压面和面都能省一半力气。以后你们自己开摊子也用得上。娘，我想去面食坊的教习班学手艺。学那个干什么？抛头露面的，让人笑话。靠自己双手赚钱，不丢的。我以前总想着靠别人，现在我想靠自己。你自己想清楚就行，想去就去吧，别半途而废。学手艺可以，但要守规矩，肯吃苦。耍小聪明、偷奸马滑的，一概不收。学的时候没工钱，学会了上工，按劳取酬。我知道，我一定好好学，守规矩，肯吃苦，绝不给你添麻烦。小啊，以前是我们对不住你，方丫头现在知道错了，你多担待。一码归一码，教习班对所有人都一样，能学好就留下，学不好就走，不用讲情面。小姐，你说杨芳这人能真心改好吗？别是又来耍什么心眼的？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时间会给答案。给他个机会，也是给咱们自己积个善缘。李老板，这是今天的面粉，你点点数。行，我称一下。李老板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，还以为你只管修器具，没想到彩排叫账样样拿得起来。守成哥，那边的压面床又有点卡，你有空去看看呗。行，这就来。还记得刚开面食坊那会儿不？村里还有人嚼舌根，说守成哥是聋子，吃软饭。可不是嘛，现在谁还敢说这话？人家现在是实打实的大管家。采买、生产、配送，你一个人管得井井有条。当初我真没看错人。苏晓，是你给了我机会，也是你让我明白，我不是废人。咱们该找个时间，请画师画幅双人像。当初成亲，连张正经画像都没有。咱们明天就去县城画馆。你怎么比谭七叔还紧张？坐啊。头回画这种正经双人像，不习惯。靠近点儿，夫妻俩坐那么远干啥？笑一笑，自然点。
绷着脸，想一个，想想咱们这一路，从一张案子走到今天。好，看这儿。画的还挺好看，比我想象的精神。我刚受伤那会儿，我以为这辈子就那样了，连门都不想出。没想到还有今天。我说过，你不是累赘，是跟我并肩的人。以后不管好日子难日子，我都陪着你。有你在，在哪儿都红火。以后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等明年攒够了钱，咱们盖新宅，到时候再请画师画一张。小姐，成哥，好消息，咱们评上全县妇人营生楷模了，下周去县里领生摆。苏小娘子，你白手起家，带动全村增收，还打通了粮食销路，这个妇人营生楷模，你当之无愧。多谢县尊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面食堡几十个姐妹一起，一双手一双手干出来的。我常跟姐妹们说，女子靠双手吃饭，不比谁差。有人笑话我们抛头露面，可我们凭本事挣钱，让日子有了奔头。当初咱们连大门都不敢出，如今小姐替咱们女子站到这堂上领征表了。是啊，换以前谁敢想，咱们乡下妇人也能有这么风光的一天。今天你在堂上说话的样子真好看，全场就属你腰杆挺得最直。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你，还有一群姐妹，心里就有底气。以前是你护着我，替我在人前挺直腰杆，现在换我陪你往更远的地方走。杨峰，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，速度也跟上了，下个月就能转正式留用，工钱再涨1成。谢谢秀莲姐，我会好好干的，靠自己双手吃饭，心里踏实。歇会儿吧，这趟搬完就结钱，今天不少挣。听说你跟面师傅苏小是亲戚，咋不去那儿干啊？工钱比搬货高多了，也轻省。以前干了糊涂事儿，把人得罪透了，没脸去。自己做的自己扛着呗，卖力气吃饭不丢人。也是，靠力气吃饭，到哪儿都踏实。你说，咱们以后能把铺子开到省城不？能。你想往哪儿走，我都陪着你。好，咱们一起往前走。